有缘人，你终于来了。刷到这条影片，并非偶然，而是冥冥中天命的安排。你即将开启好运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风水秘诀。作为一个研究几十年的风水大师，我要告诉各位，家中最重要的风水宝地，竟然是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餐桌。没错，就是餐桌啊！哎呀，大师，真的假的？餐桌有这么厉害吗？想必很多小伙伴都会这样问。且听我慢慢道来。餐桌看似普通，实则大有讲究。它不仅仅是我们日常用餐的地方，更是一家人聚财纳福的重要场所。古人云：一家和气生千金。这餐桌可以说是凝聚一家人气运的核心所在。我常说，餐桌之道关乎阴阳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餐桌是全家人每天汇聚阳气的重要场所，用餐时的欢声笑语都会在餐桌周围形成强大的能量场，这股能量直接影响着全家人的运势和福报。我遇到很多求助的客户，他们往往会说：老师，我家最近诸事不顺，生意也不好做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结果一看，哎呦喂，原来是餐桌的摆放出了大问题。记得有一位老主顾，他家餐桌正对着一面大镜子，整整3年生意都不见起色。后来在我的指点下，把镜子移走，改变了餐桌的方位，短短半年，生意就红红火火起来了。这可不是什么巧合，而是实实在在的风水妙用啊！今天我就要给大家细细道来，如何通过餐桌风水来改变家运。首先，咱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，万事万物皆有其位，餐桌的摆放绝非随意而为，而是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。说到这个天时，就是要选对方位。餐桌摆放有8卦之说，要遵循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对8个方位的特性。比如说，想要旺财运，可以将餐桌摆在财位上；想要提升事业运，就要考虑官位的方向。各位有缘人要记住，餐桌形状也大有讲究，圆桌应天，方桌法地。圆桌代表团圆和谐，特别适合注重家庭和睦的家庭；方桌则象征稳固，最适合追求事业发展的家庭。说到财制，那可更有门道了。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这是最基本的5行生克之道。所以餐桌最好选用实木材质，因为木主生发，能带来源源不断的好运。我经常遇到一些年轻人说：老师，我家餐桌是玻璃的，这样行吗？我就要告诉他们，玻璃属性偏寒，容易泄露财气，而且玻璃透明易反光，会影响家人运势的稳定性，所以能换还是要换成实木的好。记得啊，摆放餐桌时一定要避开煞气。什么是煞气呢？比如说，餐桌正对着卫生间门，这就是穿心煞；正对着大门，这是迎面煞。这些都会影响全家人的运势。哎呀，说到餐桌的禁忌，那可真是重中之重啊！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，老师傅，不就是张餐桌吗？有什么好讲究的？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这里面的门道可大了。首先要说的是镜子，这可是大忌讳。有些人家里喜欢在餐厅挂镜子，说是能让空间显得更大，殊不知这是在破坏风水大忌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镜子有反射之性，会把餐桌上的财气统统反射出去，而且用餐时看到自己吃饭的样子，这叫分饭吃，容易造成财运分散。记得有一位女施主，她家餐厅正对着一面穿衣镜，结果一家人总是聚少离多，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就吵架。后来我让她把镜子撤掉，换成一幅山水画，家里的气氛立刻就不一样了。这就是风水的玄妙之处啊！第二个要说的是利器，比如刀叉、剪刀啊，这些尖锐的物品千万不能放在餐桌上过夜。我常说，利器伤人气，刀剑耗家财。这些尖锐的物品会破坏餐桌周围的和气，容易引起家人口角，甚至会带来意外伤害。哎呀，老师，那我餐具要放在哪里呢？肯定有人要问了。我告诉大家，
餐具最好收在专门的餐具柜里，这样既整洁又不会影响风水。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禁忌，就是干花和假花。很多人觉得在餐桌上摆几枝干花很有情调，这可大错特错了。干花属阴，会破坏餐桌的阳气。要知道生气养人，死气损运的道理。如果实在想摆花，建议选择新鲜的水养花卉，既能招财又能旺运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一个真实案例，有位企业家请我去看风水，说是最近公司资金周转困难。我一进他的办公室就发现，办公桌上摆着一大束保鲜干花，我让他立即换成水养的富贵竹。没过多久，公司就接到了几个大订单，这就是风水的奇妙之处。还有啊，很多人喜欢在餐桌上放各种各样的小摆件，这也是要不得的，特别是那些年份久远的古董，虽然看着值钱，但是年代太久的物件往往会聚集太多阴气，影响餐桌的能量场。老师，那餐桌上到底能放什么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我建议在餐桌中间可以放一个水晶球或者玉石聚宝盆，这些都是聚财纳福的好物件，但是切记不要摆放太多，以免显得杂乱。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，餐桌下面一定要保持干净整洁。有些人家里餐桌下堆满杂物，这样会影响气场的流通。记住一句话，气场通则运势通，气场治则运势治。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提升餐桌风水的实用小妙招，这些都是我几十年来的心得体会，千万要听好了，哈哈。说到提升餐桌风水的妙招，那可真是我的拿手好戏呀！今天就把这些不传之秘统统告诉给有缘人。首先说说方位的问题，我常说方位不对，钱财难追，餐桌最好是坐北朝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北方属水，南方属火，这叫坐水向火，最容易聚财纳福。如果你家的格局实在没法这么摆，那也要避免坐煞向凶。老师，什么叫坐煞向凶啊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比如说，餐桌正对着卫生间、厨房的抽油烟机，或者正对着锋利的尖角，这些都是煞气所在，要尽量避开。讲到这里，我想起一个有趣的案例，有位老板娘请我去看铺子，说是生意一直不温不火。我一进店就看到餐厅的餐桌正对着厨房的抽油烟机，这是火煞之位。我让她调整了餐桌位置，又在餐桌上方挂了一个铜葫芦，没过多久，生意就红火起来了。说完方位，再来说说餐桌的造型。我们中国人最讲究圆融二字，圆桌代表天圆，最适合促进家人感情；方桌代表地方，最利于事业发展。如果家里有条件，最好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。那老师，我家人多，用长方形的餐桌行不行啊？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。其实长方形的餐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要注意两头不能空着，最好两头都坐人，这样才能聚气。再说说餐桌的材质，我刚才说过，实木的最好。不过现在很多人买不起纯实木的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我教大家一个小窍门，可以选择实木贴皮的，这样既保留了木的特性，又不会太贵。讲到这里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，不管选择什么材质的餐桌，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整洁干净，凌乱则散财，整洁则聚福。每次用完餐后要及时收拾，擦拭干净，这样才能保持好的气场。还有啊，很多人问我，老师，我家餐桌下面能不能放地毯啊？这个要看情况，如果是纯天然的材质，比如羊毛地毯，那是可以的，但如果是化纤材质，最好就不要放，因为容易聚集静电，影响气场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，有一户人家经常无缘无故吵架，我去看了才发现，他们家餐桌下面铺着一块破旧的地毯，而且还是红黑相间的图案，这可是大忌啊！红黑相间代表阴阳失调，我让他们立即换掉，家里的氛围立刻就不一样了。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秘诀，就是如何通过餐桌风水来旺财运。啊哈，说到旺财运，这可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了，且听我细细道来。餐桌要招财，
首先要明白生气和财气的关系。用餐的时候是全家人阳气最旺的时候，这时候如果能够正确布局，就能聚集财气。我常说，一顿饭吃得好，全家运势步步高。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？首先，餐桌的东南角要特别注意，这是最重要的财位，可以在这个位置放一个小小的聚宝盆，或者一株水养的富贵竹。记住啊，这些物品不能太大，以免影响用餐。老师，我家餐桌就一张圆的，哪里是东南角啊？有人可能会问，这个问题问得好。圆桌的话，就以进门时面对餐桌的右手边为东南方位。告诉大家一个真实案例，有位做生意的老板，生意一直不太顺，我去他家看，发现他家餐桌的财位上放着一个仿古钟，这可是大忌，钟代表时光流逝，会让财运悄悄流走。我让他换成一个紫水晶，不出半个月就接连谈成了好几笔大生意。再说说餐桌座位的讲究，一家之主最好坐在北边，面向南方，这样能够掌控乾坤。太太呢，最好坐在东边，这是因为适合主内。孩子们可以坐在西边或南边，这样最旺文昌运。那老师，我们家就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，我们小两口和孩子，这么多人该怎么做啊？这种情况也很常见。记住一个原则，长辈做主位，这不仅是尊重，也是风水。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，就是餐桌的照明，很多人不重视这个，其实这也是旺财的关键。我的建议是，餐桌上方的灯最好选择黄色暖光，不要太亮也不要太暗，灯光太强会伤人气，太弱则无法聚气。记得有一户人家，餐厅的灯特别晃眼，一家人天天吃饭都觉得心烦气躁，我让他们换了一个暖黄色的吊灯，全家人的心情都变好了，财运也跟着来了。说到这里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，就是用餐时的氛围。俗话说，心平气和财运旺，暴躁易怒必破财。吃饭的时候最好不要看手机，也不要谈论不开心的事情，这样才能保持好的气场。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一些特别实用的布局小技巧，这些都是我几十年经验的精华。哎呀，说到这些布局小技巧，那可真是我的看家本领啊！今天就全都传授给各位有缘人。首先说说餐桌的灯具选择，我常说灯光暖，全家旺。餐桌上方的灯具最好选择六角或八角形的，这两个形状最能聚气。颜色嘛，最好是水晶的或者米白色的，切忌选择全黑的或者太艳丽的颜色。老师，那我家餐厅装的射灯行不行啊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射灯太过刺眼，容易伤气，建议换成慢反射的灯具，既美观又养眼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一个很有趣的案例，有位女施主家里的餐厅装了一盏特别时尚的黑色吊灯，可是自从装了这盏灯，家里的气氛就不太对劲，孩子的学习成绩也直线下降。后来按照我的建议换了一盏水晶吊灯，情况立刻就好转了。再说说餐桌椅子的选择，我经常告诉大家，以稳人安，以垮财散。餐椅一定要稳固，最好是带靠背的，这样坐着才舒服，吃饭的时候才能定心。椅子的数量也有讲究，最好是双数，这样才能成双成对，寓意圆满。那老师，我家餐桌配了张长条凳，这样可以吗？这可不行啊！长条凳虽然实用，但是缺少靠背，坐着不踏实，而且不好调整位置，会影响整体的气场。讲到这里，我要特别提醒大家，餐桌的保养也很重要，每个月初一、15要用温水擦拭，这样能保持桌面的生气。如果是实木餐桌，最好定期上一次护理油，这样可以延长使用寿命，也能保持旺气。最后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终极秘诀，餐桌的风水固然重要，但最重要的还是人心。一家人吃饭的时候要心存感恩，多说些温暖的话，这才是聚财纳福的根本。记住啊，风水不是迷信，而是我们祖先留下的智慧结晶。只要用心去感受，用心去实践，家里的运势自然就会越来越好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有用，
记得点赞关注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说说你的困惑。我是老神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些建议都是我几十年摸索出来的经验，只要按照这些方法去做，相信很快就能看到效果。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，风水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需要慢慢调整，循序渐进。祝愿各位有缘人家庭和睦，财运亨通。